中国的历史跨越千年，看起来盘根错节，极为复杂，但它的权力结构却异常单一。如果说中东的问题是在于多个权力中心长期同时竞争，那么中国的情况几乎正好相反。中国的问题不是不稳定，而是权力中心过于稳定。稳定到什么程度？即使旧的统治者被推翻，新的统治者仍然必须进入同一个位置。换句话说，在中国，无论是起义、政变、外族入侵还是革命，只要一个政权想在这片土地上稳定下来，就必须成为皇帝。更关键的是，哪怕皇帝这个位置暂时无人占据，它也不会消失，而是会作为一种空位权威继续发挥作用，成为各个政治集团争夺的目标。因为它不是权力产生的结果，而是产生最高权力的唯一前提。所以比治乱循环形容中国历史更准确的问题，其实是为什么在中国皇权能够成为唯一的正当性来源。这就是本期视频要讨论的问题。我们先看中国政治秩序当中最核心的一个结构。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最高权威并不是来自制度规则，也不是来自某个社会阶层，而是来自于天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观念。但天本身并不直接统治人间，所以在这种观念中，天会通过某种方式把统治权授予某个具体的人，这种授予就叫做天命。这意味着在整个政治结构中，只有一个人可以合法的代表天的最高权威。重要的是，天命并不是一种固定的制度规则，它必须依附在某一个具体的人身上。谁被认为获得了天命，谁就可以成为皇帝，也就是所谓的天子。而对于被支配者来说，天命本身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正当性必须被感知，才能转化为被支配者的服从。因此，在中国的统治叙事中，天命的降临或流失往往会伴随着一些被反复宣扬的迹象，比如天降祥瑞、天降甘露，又或者灾荒频发、战乱四起。这些迹象最后都会被解释成一个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东西——国运。当社会秩序稳定、经济繁荣时，人们会说国运昌盛。当出现灾荒、战争或者大规模动荡时，则又被认为国运衰败。国运并不是天命的原因，而是对天命的一种解释方式。国运昌盛被理解为天命仍然存在，国运衰败则被视为天命已经离开了在位者。于是这二者就形成了一种循环的正当性结构，也就是天命赋予皇帝合法性，而国运则被用来不断证明这种合法性是否还仍然存在。这里关键在于，天命本身并不会随着某一个具体的皇帝失败而消失，因为天始终作为最高的权威存在。因此，当旧的皇帝失去统治能力时，被支配者不会否定皇权本身，而是会认为天命已经转移，因为他们所服从的并不是某个具体的皇帝，而是天命所代表的最高正当性。只不过这种正当性必须依附在某一个具体的人身上。新的统治者只需要证明自己获得了天命，就可以成为新的皇帝。于是王朝可以更替，但是皇权本身却始终不会被否定。这种皇权结构虽然高度单一，但却并不简单。恰恰相反，它能够在中国跨越千年，在王朝更替中始终不被打破，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中非常少见的一种支配结构。而它之所以能够如此稳定，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不仅赋予皇帝合法性，同时也排除了第二个能够与之竞争的合法权威来源。在中国，一旦某种力量开始长成为独立主体，它就会被压制、改造，最终重新并入皇权结构。而在世界上的许多其他政治体系中，独立的权力主体最容易从这三个方向上长出：国家机器内部、宗教组织体系以及社会网络之中。一旦这些力量能够独立存在，就有可能进一步发展成能够与最高权威竞争的第二个合法权威来源。但中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任何权力都必须通过天命这一最高正当性来源，最终依附到皇帝身上。换句话说，在中国，任何可能出现的独立权力主体，最终都无法脱离皇权。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个来看这三条最容易长出第二权力中心的路径是如何一步步回到皇权之下的。
先来看国家机器内部，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官僚体系往往会分割实际的权力，因为一般而言，权力并不会停留在正当性层面，它必须通过国家机器来运作。但在中国，这种情况却很难出现。从表面上看，中国很早就形成了一套高度制度化的官僚体系，官员分工明确，行政层级清晰，运作也具有一定的规则性。但关键在于，这套体系本身并不能成为独立的权力主体，因为官僚的权力既不来自于制度本身，也不来自于独立的社会基础，而是来自于皇帝的任命。也就是说，官僚体系的权力并不在于它自身，而在于它所服务的对象，也就是皇帝。这里需要重点说明的是，皇帝并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皇权与人格的统一体。当皇帝强势时，可以直接以个人意志运作国家机器，官僚需要揣测上意，服从皇帝的个人判断；而当皇帝弱势时，官僚体系则会按照既有的秩序继续运行，但它维持的并不是某种独立的制度权威，而仍然是皇权的运作。所以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官僚体系始终是围绕皇帝展开的。因此，中国的国家结构呈现出一种非常特殊的状态，制度长期存在，但制度始终没有取代皇帝成为独立的权力中心。接下来我们再看宗教。宗教之所以危险，不只是因为它能够动员群众，更关键的是，它一旦成熟，往往就会同时掌握几种关键资源：合法性的解释权、跨地方的组织网络、稳定的经济资源，以及独立的教育与任命体系。也就是说，宗教从来不只是信仰，它本身就是一种完整的社会组织。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并不是附着于某个王权的工具，而是一个能够和世俗权力并列博弈的体系。但在中国，宗教通常走不到这一步，不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势的宗教，而是在中国发展的宗教组织很难同时稳定具备下面几个条件：第一，脱离皇权的合法性；第二，形成独立法权；第三，建立独立的教育与任命体系；第四，保持跨地方组织不被国家吸纳。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中国历史上有所谓的三武一宗灭佛，从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到后周世宗，时间跨度很长，但逻辑却高度一致。也就是当一个宗教组织积累出足够的财富、组织力和社会影响之后，皇权就会介入、整顿，必要时直接打击。而佛教在中国经历多次灭佛和持续的国家压制之后，越来越难以脱离皇权作为一个独立的宗教组织存在下去，因此只能不断调整自己，去适应皇权秩序与本土伦理。所以所谓的宗教中国化，本质上就是被并入皇权支配结构的过程。中国皇权对宗教的态度不是单纯的压制，也不是单纯的放任，而是允许它的存在，利用它的资源，但不允许它稳定地长成独立中心。换句话说，中国的支配结构并不允许宗教神圣性单独发展成一个稳定的平行权威。最后，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科举、宗族与士人共同构成了一张广泛分布的社会网络。如果说官僚体系代表的是皇权在国家机器当中的运作，那么这张社会网络代表的就是皇权在地方社会中的下沉，以及它在日常生活中的不断再生产。首先是科举制度，它提供了一条相对稳定的上升通道，使普通人有可能进入官僚体系。但正如刚才所说，官僚体系并不独立于皇权之外，而是服务于皇帝。因此，通过科举获得的不是独立的制度权利，而是服务皇帝的资格。其次是宗族结构，宗族在地方社会中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能够维持秩序、调节冲突，并形成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但宗族并不会发展成独立的政治权力中心，因为它必须与皇权体系发生连接。这种连接最典型的方式就是培养子弟参加科举，或者依附当地官员。换句话说，宗族想要持续存在并扩大自身影响，最终仍然要通过皇权体系来完成。最后是士人群体，他们既是文化与知识的掌握者，也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重要中介。但士人的身份本质上仍然是围绕科举与官职展开的。
他们的声望、地位乃至行动方向，最终都依附于皇权所赋予的体系之中。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科举、宗族与士人并没有发展出能够与皇权竞争的独立权力主体，反而共同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士绅秩序。这种秩序看起来扎根地方社会，但它的上升通道、声望来源和政治方向，最终都直接通向皇权体系。于是在中国，官僚体系不能独立，宗教组织不能独立，社会网络也不能独立。如果这3条最容易长出第二权力中心的路径都无法脱离皇权，那么其他更分散、力量更弱的路径就更加不可能。这也就意味着中国政治秩序最终只能形成一种结果：中央唯一正统支配者。它的特征是所有权力最终都必须回到同一个中心，不存在第二个能够与之并立的独立权力主体。这个中心不仅掌握权力，同时还垄断了最高合法性的来源。所以，中国真正长期稳定的不是传统文化，也不是抽象的中华文明，而是这一套中央唯一正统支配者的统治结构。